美女，看你这个脉象，你是天生眼疾，想来每隔几天都会气血不畅，导致气血逆流，发生剧烈难忍的苦痛。他怎么知道？难道他就是爷爷说的高人？这肤如凝脂，珠圆玉润，这黄金比例，这是大胸。流氓，你这是在把脉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是说你这是大凶之兆。大凶之兆？不错，这是我失传的秘药，只要998就能将你彻底治愈。他果然是个骗子，卖假药卖到我头上来了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不是你这，你这个卖假药的怎么又来了？不是你别推我，好不容易开一针。对不起，苏小姐，我就得把她赶走。苏家大小姐，早知道我就把价喊高点。苏小姐，你真有病！你相信我，你真有病！你才有病，神经病！可是，他是怎么知道我有天生顽疾？难道为了碎烟几两，这红尘历练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碧瑶参见敬天少主。参见少主。怎么是你们？那老头子呢？老阁主前些日子已经出门云游去了，吩咐我们来接您去继任敬天阁阁主之位。什么？我去历练，他去逍遥快活，然后留下一堆烂摊子给我，他可真行。老阁主已经替您安排好了，3日之后将在金陵为您举办继任大典，昭告天下。起来说。老阁主还交代了，这2份婚书是他早年给人治病的时候替您结下的姻缘，只要您答应继位，就把这婚书给您。想拿2份婚书要挟我？本少主是那样的人吗？我是郭云，金陵郭家千金，郭氏总裁，这个看着还行啊。宋展嫣，宋家大小姐，地下女王。女王听起来就很凶，这要是娶回家，还不得是个母老虎？还是这个吧。是这儿吧？这儿不对呀。臭要饭的不知天高地厚，你眼瞎了吧你？不是，明明是你撞的我。你个臭屌丝还敢还嘴是吧？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？今天甭管谁撞的谁，你呀都得给我赔钱。不是，凭什么呀？凭你脸上粉多？你算了吧，郭云，别跟一个社会底层的垃圾浪费时间。伯父伯母还等着我们去订婚呢。今天算你运气好，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。喂，小姐姐，哎，别走啊！别走啊！郭云怎么跟我未婚妻同名？应该不会这么巧吧？观你这脉象，想来你每隔几日便会气血不畅，导致气血逆流，发生剧烈难忍的腹痛。难不成那家伙说的是真的？臭流氓，我就信你一次。居然真的好了，难道他就是爷爷说的那位奇人？韩琦，小姐，马上发动所有资源，帮我去查一个人。感谢列祖列宗保佑，我郭家终于熬出头了。
爸，只要我们郭家与张家成功联姻，我们郭家就有资格在金陵跻身一流世家。是啊，爸，我们郭家能有今天啊，老爷子您功不可没。当然，也多亏了郭家列祖列宗保佑。与张家联姻固然是好，但我还是有点担心。爸，您说的是10年前那场婚约？不错，当时我郭家破败不堪，岌岌可危，我四处寻求庇护无果，最后只是死马当活马医，跟一个过路的老道士签订一份婚约，也把我郭家10年顺风顺水。如今10年之期已到，我担心。爸，我们郭家能有今天，那是我们自己自身努力的结果，跟那个神棍没有一点关系。就是那个神棍，他要是敢派人来骗婚，哼，看我怎么把他扫地出门。说得对，当初我也只是一时脑热，相信了那个神棍的胡言乱语，现在想来实在可笑。好一个一时脑热！你们郭家现在丰衣足食了，就想要吃干抹净不认账。你是什么人？谁让你进来的？鄙人龙虎山吴相子座下第9代真传弟子秦天佑，今日前来，正是为了10年前的一纸婚书。你是吴相子的徒弟？爸，张少马上就要来了，要是被他知道云儿还有一个未婚夫，那我们岂不是……秦天佑是吧？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当年我与你师父的确定下一门亲事，但这么多年过去，早已不能作数。哼，你还是请回吧。怎么，郭老爷子是想要悔婚吗？哼，悔婚又如何？都什么年代了，婚约这种东西顶个屁用！我问你，你有房有车有存款有家室有背景吗？切，什么都没有，还想癞蛤蟆吃天鹅肉？做梦！当年你们郭家家道中落，求着我师父赐福，最后以婚约为契，保你郭家10年风调雨顺。怎么，如今你们咸鱼翻身了，想要不认账？难道你们郭家不怕遭天谴吗？放屁！我们郭家能够飞黄腾达，靠的是我们自身的努力，跟你这婚约没有关系。至于天谴，更是无稽之谈。小子，你见钱眼开，想攀上我们郭家的关系，我能理解。但是你想用遭天谴这种无稽之谈来威胁我们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不吃这一套。行了行了，本来呢，你们若是履行婚约，我可以护你们郭家百事无恙。但是现在嘛，你们离家破人亡不远。什么？家破人亡？那你倒是让我看看，我们怎么个家破人亡？什么声音啊？刚刚我好像听到打雷了。那是你们郭家列祖列宗看到有你们这几个不知感恩、无知败家的后人发出的嗟叹和呐喊。竟敢辱我郭家的列祖列宗！来人，把这个废物4肢给我废了，扔到江河里去喂鱼。是。你怎么可能？你们几个废物，赶紧给我滚！背信弃义，被人揭穿了就想杀人灭口，天理昭昭，日月明鉴。你们郭家是想要违背天道？你别以为有几招功夫，自以为了不起。哼，你只不过是一个空有蛮力的莽夫而已。现在这个社会，钱权才是硬实力。不错，小子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们家郭云已经许配给了张家大少。今天是张家大少来我们郭家提亲的好日子。等会儿张少一到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死。也就是说，
你们早就将婚约抛之脑后，忘恩负义。你们郭家就不怕契约反噬，就不怕家破人亡吗？哪里来的野狗，敢来我郭家闹事？哼，是你们，这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张少，你认识这小子啊？哼，爸妈，就是因为这个不长眼的乡巴佬撞了我们的车，我和张少才会迟到的。看什么看？没让你赔钱就不错了，还敢来我郭家闹事？要不是这婚书上的人是你，你们郭家就算跪下求我，我也不会来。婚书？啊？什么意思？张少，您别误会啊，这小子不知搁哪整了一纸婚书，非要娶我的宝贝女儿，我们正感叹呢。原来如此，一个穷屌丝也想跟本少抢女人，是谁给你的勇气？小姐，查到了，此人名叫秦天佑，24岁，是一个从龙虎山下来的小道士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他好像跟郭家大小姐郭云有婚约，有人看到他去郭家提亲了。郭家不是和张家有婚约吗？安琪，马上去给我备一份聘礼。聘礼？小姐，您这是要……我猜测他就是爷爷说的那位奇人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爷爷就有救了。所以我要去抢亲。秦天佑，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我的未婚夫只能是张少这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，至于你，连老娘提鞋都不行。听闻贵府与金陵顶流的苏家关系匪浅，不知可否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而且我们张家能有今天，全靠苏家提携。而那位苏家大小姐苏夏，就在刚刚不久前，还亲自接见我。苏家大小姐，那位金陵人尽皆知的商业女王，那可是我的偶像啊！张少，你能不能介绍给我认识认识啊？糟了，牛皮有些吹破了。苏女王那种人物，我也只能跟在我爸身后远远看过一眼，哪能轻易见到啊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反正他又不知道。当然可以。太好了，听到没有，秦天佑？张少可是给我介绍苏女王的人，而你呢？你有什么？不就是见过苏家大小姐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还给苏家大小姐治过病。就你还给苏女王治过病？苏女王家产万贯，身价过亿，怎么可能找一个乡巴佬治病呢？苏女王，就是这里了吧？是。所有人跟上，今日必须帮小姐抢亲成功。你们爱信不信，我确实给苏夏治过病。哦，对了，按照这个时间来说的话，她的病情应该发作，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吃我给她的药。秦天佑，你也不至于让我对你刮目相看，就编出一个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吧？你问问自己，你信吗？秦天佑，悔婚的确是我们有错在先，但婚姻大事不可儿戏。唐元，这里有20万块钱，你拿着，婚书留下，拿钱走人，我不会为难你。想拿钱打发我？怎么，20万块你还嫌少？这可是你挖好几年土，淘好几年粪都赚不到的巨款。小子，我劝你呀，不要得寸进尺。小子，做人呢要懂得知足。好在我们老爷子宅心仁厚，没跟你斤斤计较，否则就冲你今天擅闯我们郭家，不死都得脱层皮。这些钱还是留着给你们买棺材，毕竟你们郭家今日悔婚，很快就会家道中落，我怕你们死了不失荒野。秦天佑，你个王八蛋，你娶不到我就诅咒我们郭家是吧？像你这样的窝囊废，不仅是我看不上你，别人也看不上你。谁说没人看得上？
我苏夏就看得上。苏小姐，秦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又是什么东西？谁让你进来的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放肆！敢对我家小姐出言不逊，你找死！张少，他打我！你是来给秦天佑出头的？看你相貌出众，气质不错，还有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。那你觉得我像谁？让我想想，想起来了，是不是之前是哪个会所的野鸡呀？而且我是不是还点过你啊？我估计啊，是这个废物知道今天过来提亲会被拒绝，所以呢，去那种风流场所随便找了个人陪他一起演戏，好在我们小云面前挽回点面子。以你这样的姿色，我想应该是头牌吧。实话告诉我，就这个废物给了你多少钱，我出双倍。张平威，你找死！你他妈敢打我！放肆！敢动手打张少，你活腻了吗？你要是嘴里再吐不出象牙来，我连你一块儿打。我乃张家大少，你竟敢打我！你张家算什么东西？你这位小姐，真不知道这秦天佑给了你多少好处，让你这么优秀的陪他演戏呢？我们张少呢，可是金陵的大人物，如果你惹了他，小心你引火烧身呢。还有你，秦天佑，别以为你找了一个人过来陪你演戏，就能让我高看你一眼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的，这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。郭小姐，别自以为是，你不配。你说谁不配呢？哼，我可是张少的女人，张少可是苏女王身边的红人，莫非你们连苏女王都不放在眼里？你说她是苏女王身边的红人？怎么怕了？怕了就赶紧跪下道歉，否则小心我刮花你的脸。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怕这个字。竖起你们的耳朵听好了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正是金陵商界女王苏夏，苏女王。啊？什么？如果她是苏女王的话，那我刚才岂不是……什么？她就是苏女王？这怎么可能？张少，你不是说认识苏女王的吗？张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个我还能怎么回事？吹牛吹破了呗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张家少爷张平威打着我的名义招摇撞骗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苏女王，你看啊，我在金陵也是个大少爷，这次给我个面子，帮帮忙，我错了。就你也配？滚开！苏女王，您大驾光临，所谓何事啊？他是来找我的，苏小姐，要笑怎么样？你放屁！苏女王明明是来郭家看在我爸爸的面子上，来祝贺我和小云订婚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也配？谁说跟他没关系？小姐今日就是专为秦先生而来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因为……把聘礼呈上来。赠龙凤呈祥金蚕丝缕喜袍一套，愿秦先生与我家小姐天长地久，成双成对。赠云锦天宫海景别墅一栋，愿秦先生与我家小姐长相厮守，白头偕老。赠七国银行限定黑卡，每张卡内1000万。愿秦先生与我家小姐长长久久，共赴人世繁华。怎么样，秦先生？只要你肯娶我为妻，这些聘礼都是你的。娶你为妻？苏小姐，这会不会有点太快了？堂堂金陵商业界女王，竟然向一个山上下来的乡巴佬求婚，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苏女王可是我的偶像，她怎么可能嫁给一个连我都不要的男人呢？这绝对不可能！这小子何德何能啊？在你们眼里，秦先生是废物；在我苏夏眼里，他是举世无双的人间真龙。你们自己眼瞎，不代表我也眼拙。
苏小姐，你这个玩笑可一点也不好笑。我苏夏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我便以身相许。这些聘礼加起来都超过5个亿了，这些都是送给秦天佑那小子了。这太疯狂了，这苏女王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秦天佑他只是个废物而已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呀？闭嘴！在你眼里，秦先生是废物，在我苏夏眼里，他的优秀无人能及。说起来，我倒是要好好的感谢你。如果不是你拒绝了秦先生的求婚，我也不可能有机会成为他的女人。倒是你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侮辱我的男人，是不是该给个说法？误会，这些都是误会啊！苏女王，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您和秦先生是这种关系啊！是啊，我们也要是知道，给我们10个胆子，我们也不敢啊！还请苏女王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过我们这一回吧。饶不饶你们，我说了不算。秦先生，郭家这些人，你打算怎么处置啊？天佑啊，刚才都是我们不对，我在这里呢向你道个歉，请你看在我跟你师父有些渊源的份上，不要往心里去啊。怎么，现在想起跟我师父有渊源了？我还是喜欢你们几个桀骜不驯的样子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。善人有天助，恶人有天收，你们会遭到报应。苏小姐，我们走吧。得意什么？不就是当了个小白脸吗？瞅那小人得志的样子，我呸！就算是个小白脸，那也是苏女王的小白脸。我们得罪了秦天佑，恐怕以后没好日子过了。郭伯父不用担心，秦天佑他嚣张不了多久。张少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据我所知，王家大少最近一直在追求苏女王。如果让他得知他喜欢的女人现在在跟一个废物在一起，会怎么样？王家大少，你说的是那个与苏女王齐名的王家大少王浩？不错，王家势力与苏家相差无几，而王家大少一直把苏女王当成他的近伦。如今秦天佑敢染指苏女王，我保证他活不过3天。太好了，这秦天佑临走前还诅咒咱们，我看呐，天打雷劈的是他吧？哎呀，一个乡巴佬的话当然不可信。如果真有报应，我们大家不都活得好好的吗？这是我们国家的牌怎么被雷给劈了？完了，秦天佑这话应验了，我们遭报应了。巧合吧？爸，你怎么了？苏小姐，刚才呢，多谢你帮忙。感谢就算了，我还需要你帮我个忙。事成之后，我会给你100万。100万？苏小姐，你想让我帮什么忙？尽管说，在下定当竭尽全力。我要你帮我爷爷治病。哼，那你可是找对人了。这世界上就没有我治不好的病。我爷爷得了什么病你都不知道，你就这么自信？不是我吹，生死人耳露白骨，只要病人还有一口气，就算是阎王爷来了，看到我都得绕道走。可以呀，你的演技我很满意。演技？我爷爷得了一种怪病，据说这种病只有传说中的龙医天师才能够医治。本来呢，想要低调行事，没想到还是暴露。我师父不久前刚把晋天阁阁主之位传给我，龙医天师的名号也自然落到了我的头上。我就是新任的龙医天师。可以呀，你的演技足以以假乱真。我二叔一直觊觎我们苏家家产，想趁我爷爷病重独吞我们家业，所以我需要你伪装成龙医天师，断定我爷爷还有救，先稳住我二叔，给我争取更多的时间。没问题，咱们夫妻同心。
其利断金。谁跟你是夫妻啊？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喂，不是你说要嫁给我吗？怎么现在出尔反尔了？我是说要嫁给你，但我又没说是什么时候。你耍赖啊！想做我苏夏的男人，那是需要重重考验的。等先过了这关再说吧。切，说的跟谁稀罕似的。行吧，那我呢，去找我第2个未婚妻吧。拜拜。等等，只要你能治好我爷爷，我立马就嫁给你。一言为定。苏霞，顾神医怎么还没到？老爷子都昏迷了。我已经派人去请了，他很快就到。苏夏那个死丫头，这么关键的时刻也不知道跑哪去了，电话也不接。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龙翼天师。我本来就是龙翼天师。哎，可以啊，这种状态，待会儿就这么演，千万不许露馅。我真的是龙翼天师。妈，我回来了。死丫头，你跑哪去了？妈，我找到龙医了，爷爷的病还有救。你找到龙医了？那他在哪儿呢？他就是龙医，秦天佑。这么年轻啊？龙医号称天下奇才，当然不能以常理度之。接下来就靠你演了，记住我说的话。姐，你是从哪个犄角旮旯找来的善业村夫？也敢冒充龙医？你当我们是白痴吗？你凭什么认定他不是龙医？凭什么？龙医乃是我大夏医术界第1人，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就连国主想见他一面都求而不得。你再看看他，一身流里流气的，哪有龙医的样子？你还说他能治好老爷子，谁信啊？秦先生，我爷爷的病是不是还能治？治什么治啊？老爷子根本就没病。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？放心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臭小子，老爷子有没有病，只要不是瞎子，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你居然说他没病，我看你啊，是在睁眼说瞎话。老爷子的确没病，不过呢，煞气入体，导致魂魄受损，所以呢，虚弱不堪。哦，你还懂风水？略懂一二。我刚才进来的时候，发现这里地支缺阳，煞气浓郁，若常年居住于此，轻则短命折寿，重则暴毙而亡。放屁！这里可是我们苏家传承3代的祖宅，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那我们为什么活得好好的呀？小子，你要是真能找出风水的问题所在，救活老爷子，无论多少报酬我都给。但如果你敢耍我，老子扒了你的皮！哎，小事一桩。你疯了！我二叔性格执拗，向来说到做到。万一你治不好我爷爷，那岂不是……放心，苏小姐，我有把握。而且呢，我还等着治好你爷爷的病，向他提亲呢。这还等着娶你当老婆呢。让一让。寻龙分金看缠山，一重缠是一重关，关门如有8分响，不出阴阳8卦行。给我开！给我开！这家伙究竟在干什么？装神弄鬼。找到！居然是符咒，手段如此恶毒，难不成
有人想置苏家人于死地。混账东西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当然是在救你。完了完了，这可是我们苏家的传家宝，就这么碎了！王八蛋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？这个神像可是我们苏家的传家宝，价值连城，就这样被你给毁了。哎，我说你们到底是宝物重要还是命重要？这里面藏了一张绝命符，有人想将你们苏家赶尽杀绝，是我救了你们，你们反而不感谢我。救我们？你把我们苏家的传家宝都给毁了，还说救我们？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赔偿，我要你的命！二叔，秦先生他不是故意的，我相信这肯定是个误会。住口！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找来这个神棍给老爷子治病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现在老爷子病没治好，我们苏家的传家宝还被他给毁了，你得负主责。姐，不会是你故意找个人想合谋起来害死爷爷，然后分夺我们苏家的资产吧？你胡说，我没有。没有，现在人证物证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不用说了，下去之后，我要你立刻卸任董事长之位，然后离开苏家。什么？卸任董事长之位？这怎么行啊？我说怎么一股臭味啊？这苏老爷子还没醒，就想把苏家赶走了。我看啊，你们是想独吞苏家的资产。闭嘴！你毁了我们苏家的传家宝，老子还没跟你算这笔账，居然还敢在这里信口雌黄！够了，秦先生，已经够了。他们已经知道你不是真正的龙一，没有必要再演下去了。哎呀，苏家，他真是你找来冒充龙一的？听到了吧？我姐自己承认了，你是她找来冒充龙一的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的确是苏夏找来的，但是我没有冒充任何人，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龙一。哼！而且苏老爷子这个病，除了我，没人能治得了。好大的口气！顾神医，你可终于来了。这人谁？刚才我听到有人自命不凡，以龙一自居。哼，是你小子？是我又如何？放肆！龙一是何等人物？他悬壶济世，生死人肉白骨，治疗各种不治之症，信手拈来。就凭你也敢冒充他？那你为什么觉得我不是呢？小子，实话告诉你吧，顾神医乃是龙一座下第一大弟子，一手玄天九针出神入化，就凭你有什么资格在他面前造次？小子，牛皮吹破了吧？你说你就是龙一，这位可是龙一座下大弟子，他怎么不认识你啊？龙一的弟子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什么时候收了个徒弟？放肆！我师承的是龙一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爷爷，老爷子！顾神医，快看看！哎呀，糟了，苏老爷子的病情为何加重了？是他，顾神医，都是那个臭小子，刚刚还在乱施法，还非说爷爷没有病，还弄坏了我们的传家宝。老爷子病入膏肓，你们竟然让个门外汉来胡乱折腾，简直胡闹！看来我只能施展玄天九针，给老爷子续命3日，之后你们就自求多福吧。喂，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老爷子本来就没病，如果你要是胡乱施针的话，他会死得更快。臭小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苏老爷子得的不是病，而是被人下了一种符咒。你这么胡乱医治，只会适得其反。放肆！顾神医可是龙一的徒弟，你有什么资格对他指手画脚？龙一的徒弟，我要是有他这种徒弟，我早就找一块豆腐一头撞死了，真是败坏我龙一的名声。住口！臭小子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。你懂医术还是我懂医术？你读过《本草纲目》吗？你会背《黄帝内经》《神农本草经》吗？知道什么是奇经八脉吗？老夫行医数十载，走遍大江南北，手底下治过的病人何止万千，凭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
也敢质疑老夫的能力？今日，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医术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我的玄天九针不管用？都给你说了，苏老爷子得的不是病，当然治不好。一定是你刚才做的手脚，阻碍孤神医救治老爷子。我说你这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刚跟苏老爷子离得最远，我怎么可能动手脚？二叔，我知道你对天佑有意见，可这帽子也不能乱扣啊！我可以作证，刚才他什么都没做。你和他是一伙的，你给他做什么证？糟了，苏老爷子脉搏虚弱，气息紊乱，苏老爷子命不久矣。顾神医，你是龙姨的徒弟，你可以救爷爷的，是不是？苏小姐，以我的能力，恐怕是救不了老爷子了。你们准备后事吧。爷爷，谁说苏老爷子没救了？我刚刚烧了那张绝命符，但还需设置一阴阳大阵。等我布下阴阳大阵，苏老爷子灵魂归位，便能康复。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孤神医都已经说了，老爷子已经没有救了，你还敢在这里口出狂言？让他治，小子，你今天要是真的能治好老爷子，本神医对你3叩9首。但是你要是治不好，就冲你之前冒充我龙医师尊，今天你就别想活着离开。那就睁大你们的眼睛，好好看清楚。西方白虎，过气远虚，天地扶手，皆成日月。亥卯未乾，贪狼行，寅午戌艮，一火蛇。巳酉丑戌，武曲位，申子辰坤，避水鱼。阴阳符兽阵，开！阴阳符兽阵，这是晋天阁一脉相承的天地符阵，唯有晋天阁龙一那等人物才可以施展。他莫非真的是龙一本尊？臭小子，你怎么又在这装神弄鬼的？你搞这些歪门邪道的，就能救回爷爷？那天下神医岂不是都失业了？我没工夫陪你胡闹。来人，把那臭小子拖出去，丢到江河里喂鱼。苏启明，爷爷，你这是对我的救命恩人做什么？哎呀，你没事吧？老爷子的病好了？这怎么可能？爸，您的病好了？好了，你很失望吧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不是那个意思。这位小友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，你却恩将仇报，是要将我置于死地吗？不是，爷爷，你弄错了，是这位顾神医救了您。这小子是我姐请来的一个神棍，他刚还想伤害您呢，我们家的传家宝也被他毁了，是吧，顾神医？不是，顾神医，你打我做什么？你敢对我师尊不敬，打死你都活该！让开！徒儿顾宝师参见师尊。顾神医，你是疯了吧？这小子怎么可能是你的师尊？你才疯了！他刚才施展的是阴阳符兽阵，这可是晋天阁龙一大人的独门绝技。我师承龙一，他当然是我师尊。师尊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喂，我可没有答应收你做徒弟啊！倒是你打着龙一的名号，到处招摇撞骗，你该当何罪？龙一大人饶命！当年我曾受您的点拨，才学会一点玄天9针的皮毛。这些年我一直遵从您的教诲，救死扶伤。请龙一大人看在我治病救人的份上，请饶我一次。他曾受过龙一点拨，难不成是老头子？
念你初犯，就饶了你这一次。若有下次，你知道后果。谢龙一。行了，这里没你事儿了，出去吧。徒儿告退。天佑，你真的是龙一啊？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？是你自己不信。天佑小友，你救了我一命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只要你有任何要求，我苏某能办到的，尽量的满足你。老爷子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就是迎娶苏夏做老婆，希望您能成全。什么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喂，你当时不是给我说，只要我能治好老爷子的病，你就嫁给我了吗？怎么，现在想出尔反尔了？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啊？我只是什么？看来苏夏也同意这段婚事了。好，老头子，我做主了，就把苏夏嫁给你。此事万万不可呀！有何不可啊？老爷子，苏夏可是王家大少看上的女人，王家之前说过要来我们苏家提亲。要是我们擅自把苏夏嫁给别人，王家那边可不好交代。是啊，爷爷，王家的势力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如果我们出尔反尔，他们肯定会记恨我们，然后就疯狂的报复我们。报复又如何？我苏家在金陵也不是什么软柿子，任人欺负的。只要他们敢来，老头子和他斗到底。可是没有可是，我心意已决，此事莫再提。天佑，你和苏夏的婚事我同意了。不过我们苏家毕竟是豪门大家，该有的礼数还是得有。你尽快协理上门提亲，我们好商定一个良辰吉日，把婚事定下来。苏老爷子，您放心，我这就回去准备聘礼，明日我便上门提亲。哎，现在还叫我老爷子？爷爷。少主，金陵首富林震山带到。林震山不知少主大驾金陵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林震山，有件事情我需要你去办。我的命是少主给的，请少主下达指令，林震山必定赴汤蹈火。没那么严重，我准备去苏家提亲，需要一份合适的聘礼。少主，您这是要结婚了？但是光有聘礼还不够，我还需要一件能够拿得出手的宝物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少主，我听闻金陵最大的古玩市场在举办一场大型鉴宝会，许多人找到了价值连城的绝世珍宝，您可以去那里碰碰运气。鉴宝会，这个主意不错，下午我就带苏夏去逛逛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你拿回去。少主，您这是？这是我与宋家的婚书，我现在既然已经有了苏夏，那这个你应该退回去。是。是。宋女王，小姐，您一直在找的那个未婚夫秦天佑，他在金陵现身了。哦，那他现在在哪儿呢？有人看到他去参加鉴宝大会了。小姐，你好歹也是堂堂的地下女王，这种毫无背景的小人物怎么配得上你啊？要不我去帮你把婚给退了。我跟那个秦天佑的婚事是当年爷爷定的，爷爷眼光一向很好。这样，你去现场盯着他，若他真是一个毫无用处的酒囊饭袋，这婚约不要也罢。是。天佑，你带我来鉴宝会干什么？明天就是去苏家提亲的日子了，我想来看看能不能在这里淘得到宝物。毕竟苏家的传家宝是我打坏的，不补偿的话，终究还是说不过去的。哟，这谁呀？
这不是被我家小云抛弃的废物秦天佑吗？郭云、张平威，你们来这儿干什么？我们当然是来淘宝来了。倒是你啊，我的苏女王，你居然还跟这个废物在一起啊？难道你就不怕被王少知道，找你们苏家麻烦？王少是谁？秦天佑，你不会还不知道吧？这苏女王是金陵王少看上的女人，而你却做了她的小白脸儿。这要是被王少知道了，没有你好果子吃。区一个氏族少爷，我还没放在眼里。哟，秦天佑，你也就是在我们面前这么嘴硬，一会儿等王少来了，看你怎么说。我不想搭理，给你们3秒，滚出我的视线。你让我们滚出去？我看该滚出去的人是你们，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你在这儿只会拉低我们这些贵族的档次。找到了，那家伙果然在这里。那不是小姐的死对头，咱们金陵商界女王苏夏吗？她怎么会跟秦天佑在一起？小姐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这里不就是鉴宝会吗？我们为什么不能来？苏女王，你不会不知道鉴宝会的规矩吧？鉴宝会有一条明文规定，凡是来参加鉴宝的，必须带一位鉴宝师，就像我身后的这一位。你们没有带鉴宝师，竟然还敢来参加鉴宝会？保安，保安人呢？把他俩给我赶出去！何人胆敢在鉴宝大会上喧哗？都活腻了吗？这是谁啊？这么嚣张！不要命！这位啊，可是古玩界的泰山北斗江公明江爷。这场鉴宝大会啊，也是他举办的。怎么不早说呀？哎，小的，金陵张家张平威见过江爷，有失远迎。你就是张家那小子？刚才是你在我这儿大肆喧哗？哎呦，不是我江爷，是那小子。这小子叫秦天佑，是苏夏养的小白脸儿。就是他俩没带鉴宝师，竟然混进来了。我正准备赶他们出去呢。苏小姐，来参加鉴宝大会必须携带一位鉴宝师，这是这里的明确规定，任何人都不能破坏，即便你是商业界女王，也不能例外。还请您赶紧离开吧。抱歉，江爷，我们这就走。愣着干嘛？赶紧走啊！我们为什么要走？你没听江爷说吗？我们继续在这里待着做大麻烦呢。江爷，只要我们有鉴宝师，是不是就不用走了？当然。废物东西！你是把我当傻子，还是把江爷当傻子？你身边连个毛都没有，你哪来的鉴宝师啊？我不需要鉴宝师，因为我就是。天佑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怎么可能是鉴宝师呢？放心吧。哎，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秦天佑，你也不拿个镜子好好照一照，就你这种货色，怎么可能是鉴宝师呢？这秦天佑果然是个只会说大话的酒囊饭袋，也不知道小姐怎么想的，非要让我过来看。苏女王，你之前不是说这秦天佑是举世无双的人间真龙？可在我眼里，他连垃圾都不算。幸好我当初没有答应嫁给他，要不然在这里丢人的可就是我了。我真是庆幸没娶到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女人，坐井观天，还嘲笑别人目光短浅，愚不可及。你敢骂我？都给我闭嘴！小子，我平生最恨的就是满嘴胡言乱语之人。你说你是鉴宝师，你就要拿出确切的证据来。如果你要敢骗我，你今天就休想离开这里。江爷，天佑只是随口胡说，您别当真。你们想看证据？很简单，今天鉴宝会上宝物种类繁多，只要我能找出一件证明它是价值连城的，是不是就能证明我是鉴宝师？哼，年纪不大，口气都不小。这场鉴宝会已经开了好几天了，这场中价值连城的宝物差不多都被人淘光了，连老夫都不敢断言能够再找出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。就凭你，好，如果你能从中选出一件宝物来，我就承认你的鉴宝师资格。但如果你要是找不出来，我会让你明白欺骗我的下场。天地有正，天眼开。
江爷，今日我就借花献佛，将这幅云鹤高义图送你，你可满意？金天佑，你别告诉我这幅画它价值连城啊！怎么，不可以吗？这眼瞎的东西，就我这个门外汉我都知道，这幅画是临摹的，而且做工极差。张少说的没错，真正的云鹤高义图其实已经遗失多年。现在市面上的云鹤高义图，其实都是一些古画爱好者临摹的。就眼前的这幅画来说，它根本就毫无收藏价值。秦天佑，你承认自己废物就这么难吗？非要打肿脸充胖子，真是丢人现眼。江爷，你看这小子存心消遣你，不弄死他弄死谁啊？留着过年啊！江爷，天佑他不是故意的。是不是故意的我还不知道吗？我江公明活了大半辈子，敢这么戏耍我，你还是第一个。来人，把这小子给我抓起来！小姐，没必要再观察下去了。这秦天佑就是个十足的废物。算了，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。等等，江爷，他们眼拙也就罢了，你这位古玩界的泰山北斗，难道也看不出来这幅画暗藏玄机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着火！臭小子你！云鹤高义图，云鹤高义图，居然真的是云鹤高义图啊！云鹤高义图遗失多年，无人知道他的确切去向，甚至有富豪为了寻他，开出5000万来悬赏他。没想到他居然藏在了这里。什么？这价值5000万？他能价值5000万？难不成是我想错了？这小子要是在扮猪吃老虎。江爷，我现在有鉴宝师的资格了吗？有，您当然有了。这画竟然价值5000万！秦天佑，把这画给我看看。秦天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我倒想问问你什么意思？这画在你手里也是浪费，你把它给我，我帮你把它卖了，咱们5-5分，怎么样？我说郭云，你自己傻也就算了，你以为别人跟你一样傻？帮我把画卖，然后5-5分，自己什么都不出，在这空手套白狼呢。秦天佑，你不是想娶我吗？这样吧，你把这幅画当做聘礼，我可能还会考虑考虑。小玉，你张少，你放心，秦天佑手上的画那么值钱，等我拿到了再把它踹了。怎么样，考虑好了吗？天佑，这种女人见钱眼开，没必要跟她废话。看来你很想要这幅画。这，你不配。臭小子，你竟然毁了云鹤高义图！如此珍贵的宝物居然被毁了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天佑，你疯了！这幅画价值5000万，好端端的你干嘛把它给撕了？有句话叫做“不怕贼偷，就怕贼骗”。一幅画而已，正好断了某些人的念想。秦天佑，你疯了吧你？你难道就为了羞辱我，就撕了这个价值5000万的画吗？对，我就是为了羞辱你。不是一直心高气傲，觉得我配不上你？你不是一直自以为是，觉得我是条舔狗？虽然在你眼中这是5000万的珍宝，但在我眼中分文不值。你混蛋！好一个分文不值！秦天佑，你能鉴定出如此重宝，我的确对你刮目相看。但是，你别忘了，这画可并不属于你的，而是属于广平轩。你问都不问江爷一声，就把画给毁了，你有把江爷放在眼里吗？张少说的不错，今日鉴宝会，这所有的宝物全是江爷的。按照流程，凡是鉴定的宝物，都应该事先将其买下。小子，未经过江爷的同意，就毁了他的东西，你可真是胆大包天！
张爷，天佑他只是一时冲动，您看这样如何？这幅画原价多少？我给您补上。苏小姐，你也是经商出身，难道连先交钱后交货的道理都不懂吗？这小子没交钱就把宝物毁了，按照我们广平轩的规矩，理应按照物价的10倍赔偿。10倍赔偿？哟，那岂不是5个亿啊？什么5个亿？我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啊！秦天佑，你刚才话不是很多吗？现在怎么变成哑巴了？为了羞辱我撕毁一幅5000万的画，现在要你赔5个亿，我看你怎么办？5个亿而已，不值一提。小子，我见过说大话的人，但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信口雌黄的人。江爷，5个亿实在太多了，我一时半会儿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。要不我们先回去想办法，保证1个月之内给您还上。1个月太久了，我根本等不了。5个亿，今天你们要是拿不出来，我就剁了这小子的手。这个秦天佑说他傻呢，他能鉴定出价值5000万的云鹤高逸图；说他聪明吧，他又把这画给撕了。有点意思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要怎样收场。江爷，苏夏，不用对他们低声下气，不就是5个亿而已。秦天佑，你还没完了是吧？还不就5个亿吗？你有钱吗？你能还得上吗？就是，连苏女王都还不起，而你只不过是她的一个小白脸而已，怎么可能还得上？我现在的确拿不出5个亿，不过我要是能鉴定出一件同等价值的宝物呢？小子，你的意思是你还想鉴宝，并且还要鉴定出一个价值5个亿的宝物？没错。秦天佑啊，秦天佑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？刚才那件事只不过是你走了狗屎运而已，你怎么可能还有那个运气呢？关小姐说的没错，今天你找到的那幅云鹤高逸图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，现在还想找一件价值5个亿的绝世珍宝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如果我要是再能找到一件，你要是再能找出来，我就从这里滚出去。小子，我今天就把画放在这儿，如果你能找到，我可以对你之前撕画的事情既往不咎。但是，如果你敢耍我，那就不是非得要双手那么简单的事儿了。一言为定，让开！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就他了。江爷，你觉得这件宝物的价值如何呀？你小子果然在装神弄鬼。这个雕像啊，是我仅仅花了1000买来的工艺品，根本就不是宝物。我就选它了。你确定？我当然确定。这件宝物是全场之最，没有任何一个宝物可以跟它相比。一派胡言！这个石像明显就是粗制滥造，用来摆设尚可。但你要说它是价值上亿的绝世珍宝，绝无可能。秦天佑，我劝你不要自欺欺人了。江爷都说了，这个雕像只是一个工艺品，你不会还想说就这玩意儿值5个亿吧？天佑，我虽然不懂得鉴宝，但这个雕像的确太过于普通，你要不要再看看？不用了，我就选它了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江爷，看来这小子已经找不出值钱的东西了，现在在那指鹿为马、滥竽充数，快杀了他！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，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绝世珍宝。这什么东西？天佑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雕像里面怎么有个人啊？不对，我从他的身上没有感受到生机，他并非是活物。不对，是机关傀儡。什么？机关傀儡？难道是古书上记载秦朝时期由墨家机关术打造的机关傀儡？
这东西不是已经失传上千年了吗？世间怎么还会有啊？见识不错，这机关傀儡是由一种特殊符文驱动，精妙无比，堪称恐怖的杀人机器，令人闻风丧胆。江爷，你觉得这尊傀儡价值几何呀？在我看来，已经算是无价之宝了。如果真拿出拍卖的话，底价至少10个亿。红霞，你盯住现场，我现在就过去。10亿，这东西这么值钱？秦先生，哦不，秦大师，没想到您目光如炬，竟能鉴定如此一件价值连城的绝世瑰宝。我为我先前的无礼向您道歉。你的道歉我接受了。张平威，你呢？我怎么了我？刚才是谁说我从这堆东西里面找到了5个亿往上，他就从这里滚出去？你让我滚我就滚呐！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想耍赖？哼，我就赖账了，怎么样？我乃张家大少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打我啊！他不能把你怎么样，那我呢？我江公明从事古玩行业数十年，还从未有人敢在我的眼皮底下赖账。你还不给秦大师跪下谢罪，老子让你下辈子下不了床！陈大师，你快跟我说句话呀！江爷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给我个面子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面子？你有什么面子？哦，对了，你刚才啊也对秦大师出言不逊，你也给我跪下！江公明，难道你不知道我身份吗？我可是晋天阁的人，难道你真想为了这个小子与我晋天阁为敌吗？你是晋天阁的人？不错，我晋天阁少主将在金陵举办继任大典，众多同门师兄弟已经举门迁往金陵，只要我一句话就能让你们碎尸万段。晋天阁竟然举门迁移金陵了，这我正愁没有合适的礼物献给少主，这机关傀儡刚好能入我的眼，只要你们乖乖的把他双手奉上，我还可以考虑饶你们一命。晋天阁号称大夏第一势力，身为门内弟子，张扬跋扈，蛮横霸道，岂不沦为天下人的笑柄？瘦小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你没听清楚吗？晋天阁门规：不为虎作伥，不仗势欺人，不唯利是图。怎么，这些门规你全都抛之脑后了？今天我就要清理一下门户。清理门户？你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竟敢对我口出狂言？秦大师慎言，这陈大师是晋天阁的人，晋天阁势力太过庞大，如果我们得罪了他，我们肯定会吃不了兜着走的。天佑，江爷说的没错，晋天阁不是我们招惹得起的，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。算了，放心吧，不把我晋天阁放在眼里。今天要是不给我个满意的交代，你们休想走出这个门。真气外放，他已经达到宗师境界了。傻了吧？就凭你也敢跟陈大师叫嚣？陈大师只要动一动手指，就能让你灰飞烟灭。我看他这是自作孽不可活。陈大师，对付这种蝼蚁，不用您亲自动手，我来就行。你在一旁给我助阵。去吧。小子，你不看你自己几斤几两，现在还猖狂吗？来，给你个机会，只要从我这里钻过去，我就放你一马。怎么样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我面前嚣张？张少，陈大师，他当着您的面打我，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啊！陈大师，赶紧给我杀了他！臭小子，我本想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，既然你执意寻死，那就别怪老夫无情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是极光傀儡，它居然还能动！我说过，
这机关傀儡是由一种特殊符文驱动。方才我已经修复了他的符文，所以现在他的实力相当于一尊大宗师。大宗师实力，如此说来，有了他，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大宗师实力的贴身保镖。这么说来，他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10亿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师尊可是晋天阁外门长老周道济，你要是敢动我一下，我师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身为晋天阁弟子，你狗仗人势，恃强凌弱，视门归于无物。今日我就要清理门户。住手！晋天阁的外门长老周道济，他居然真的来了！师尊，救命啊！师尊，有人要杀我！什么？晋天阁办事，闲杂人等速速离开！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动我晋天阁的人？周长老，你可算来了！就是这小子，他叫秦天佑，明知道陈大师是您的徒弟，他还动手打他呢，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啊！对，我可以给他作证。就这个秦天佑，他嚣张跋扈，目中无人，刚才还对咱们晋天阁的人无礼呢。周长老，不要听他们两个胡说八道，明明是他们两个动手在先，天佑只是迫不得已才动的手。放屁！明明是他们抢了陈大师的机关傀儡，还动手伤人！你说什么？机关傀儡？师尊，那边是墨家的机关傀儡，驱动起来具有强大的宗师战力。少主秦香继位，本想作为礼物送给少主，没想到被这个小子给抢走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你不知道机关傀儡可是我晋天阁少主想要的吗？这你也敢抢，真是活腻了！你说我想要的东西，我为什么不知道？放肆！师尊说的是晋天阁少主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因为我就是晋天阁少主。什么？你说你是晋天阁少主？怎么不像？秦天佑，你怎么这么会往你脸上贴金呢？晋天阁少主是什么身份？你一个山野村夫也敢冒充？周长老，你不要听信他的胡扯。前些日子他还想进我们郭家，做我们的上门女婿，被我给拒绝了。现在呢，又进了苏家当了小白脸。就这样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是晋天阁的少主？周长老，天佑他只是在胡说八道呢。天佑，冒充晋天阁少主可是大罪，在事情没有发展到不可开交的地步之前，你赶紧认个错，或许还有回旋的余地。我为什么要认错？我说的句句属实。哎，周长老，你看看，这家伙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呢！真是胡说八道！少主可是我晋天阁大长老衣钵传人，其身份神秘，我未见过其尊容，但也绝不是你这种蠢货可以冒充的。来人，把这个臭小子给我押下去，带到大长老处问罪。上！这小子手里有机关傀儡，拥大宗师的实力，万万不可轻敌。机关傀儡又如何？只要把这小子拿下，机关傀儡就是囊中之物。就你们几个，还不用我动用傀儡？放肆！皮肤撼术，玄天九针。玄天九针就是那个号称一能救人、武能杀人的晋天阁第一武学。玄天九针可是我老阁主所创，纵观整个晋天阁，也只有少数几个人才有资格研习。你是从何而学的？玄天九针是老阁主亲自传给我的，何来偷学之术？不可能！老阁主的亲传弟子只有少主一人，你这个冒牌货怎么可能得到老阁主的倾囊相授？愚不可及！你，周道济，念在你是晋天阁长老的份上，我只是将你的经脉封住。今后你要是再敢为非作歹，我就废了你的修为，把你彻底变成一个废人。滚！小子，我定会将今日之事禀告给大长老，你给我洗干净脖子等着。我们走。慢点。周道长，陈大师，
等等，不是你要干什么？张少莫是忘了，你可是答应过我的，要从这儿滚出去。还等什么？让你滚就赶紧滚！给老子等着！早晚有一天你会落到老子手里。小姐，您来了。秦天佑那个家伙还在里面吗？还在。苏夏苏女王也在。很好，把这里给我看住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离开。是。秦天佑，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逃出我的手掌心。秦大师，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，周道济这种人睚眦必报，他背后还有晋天阁这种庞然大物，你今天这样得罪他，恐怕会……没关系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周道济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哦，对了，今日我来到这儿呢，是想寻一件神像类的宝物，但是我实在没在这里发现此物。神像类的宝物，敢问秦大师寻这宝物做什么？实不相瞒，明日呢，我便会去苏家提亲，需要一件合适的聘礼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神像类的宝物极其稀少，不过在下刚好有一个。既然秦大师作为聘礼，那我就忍痛割爱，送给你如何？那就多谢江爷了。秦大师客气了，能够结识你这样的人物是我的荣幸。你呢，就在此等候，我这就去给你取来。好。苏夏，如此一来，我明日便有足够的聘礼上门提亲了。秦天佑，你要去苏家提亲，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？秦天佑，你去苏家提亲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这位小姐，你是宋展嫣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什么？宋展嫣？她就是我另外一个未婚妻宋展嫣。我勒个去！没想到这宋展嫣比苏夏还有料，早知道就先不答应和苏夏结婚了。色批，眼睛往哪儿看呢？苏夏，没想到你堂堂金陵商业界女王，竟学别人做小三，真是恬不知耻。小三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今天又没有告诉你，他跟我有婚约？你跟一个有妇之夫谈婚论嫁，真是臭不要脸！什么？天佑，他说的是真的？你什么时候跟他有婚约？那个，老婆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我跟他呢，确实有一份长辈定下的婚约，不过呢，我现在想把这份婚约给他退了。放肆！秦天佑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家小姐可是地下女王，就算是退婚，也该由她来提，还轮不到你。我之前是不打算承认这份婚约，不过我现在改变主意了，我要跟你结婚。小姐，你之前不是说……之前是之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我很好奇，能被一向眼高于顶的苏女王看中的男人，究竟是有多优秀？宋展嫣，你明知道我马上要跟天佑结婚了，现在跑出来捣乱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说的对，我就是故意的。世人皆知你我互为死敌，你想跟秦天佑结婚，我偏不让你如愿。更何况我才是他的正统未婚妻，你不过是个挖墙脚。不生气，不生气。宋小姐，首先呢，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喜欢，但是我要跟苏夏结婚了，所以呢，实在抱歉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补偿你的。所以你还是要跟我退婚？宋小姐，感情的事情呢，希望你能够理解。好，既然秦先生已经做了决定，那我就不好勉强了。不过我们还会再见的。要是早点知道你比苏夏还有料，我说不定还真的选你了。可惜了。还看呢？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既然你那么喜欢他，那你去追啊。不是，苏夏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要是真心喜欢他，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呢？我对你
真的是一心一意。你最好不要骗我，不然……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。秦大师，秦先生，您要的神像我给你拿来了。谢了，那个机关傀儡暂时存放在你这里，千万不要落入歹人手里，否则将会是个大麻烦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小姐，你就这么放弃那个秦天佑了？这不像是你的风格啊！放弃？我送展颜想要的东西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更何况秦天佑还是苏夏看上的男人，我更不可能放弃。那你刚才……小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有点事情。倒是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呢明天要去提亲，想来这鉴宝会挑件宝物作为聘礼。提亲？你要跟谁提亲？苏家，苏夏。苏夏？王浩也看上那个苏夏了。如果让王浩和苏夏成了，那秦天佑岂不是囊中之物？那明天小姑陪你去。啊？小姑也要去提亲？侄子提亲，身为小姑的我当然不能缺席。你明天尽管放手去干，我保证你抱得美人归。小人林震山参见少主。林震山，让你准备的聘礼如何了？回禀少主，已经完全准备妥当，价值100亿的项目合同。很好，明天派人把聘礼送到苏家，我要亲自上门提亲。是。王少，王少，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我们苏家呀？哼，明知故问。今天啊，我是来向苏夏提亲的。王少，此事恐怕让你失望了。苏夏已经有未婚夫了，今天他也是来上门提亲的。什么？苏夏，你什么时候有未婚夫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王浩，你还是请回吧。我就算没有订婚，也不会嫁给你的。哼，苏夏，你应该清楚，你们苏家能成为金陵的顶流世家，暗中少不了我王家的扶持。要是没了我王家，你们苏家根本就不可能拿到那么多项目合同。王少慎言，苏家有那么多的项目合同，全凭苏夏个人能力的表现，和你们王家没有任何关系。苏老爷子，你们今天要是拒绝这门婚事，就不怕遭到我王家的打压吗？爸，要不我们再考虑一下，王家咱们得罪不起呀。王家又如何？他们还能只手遮天？好，好得很。今天本少倒要看看，是哪个不开眼的敢跟本少抢女人。是我。天佑，你来啦！小婿秦天佑今日携聘礼前来提亲。小子，你就是苏夏的未婚夫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档次，也敢跟本少抢女人？放肆！敢对我家少主无礼，你找死啊你！少主，你是他的狗吗？王浩是吧？嗯，今日我是来提亲的，不想动手打人。你呢？赶紧在我眼前消失！什么？你说让我消失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金陵王家大少！你个名不见经传的愣头青，老子想弄死你，就跟捏死蚂蚁一样简单。王浩，你不要太过分！我说了，我不可能嫁给你，请你立刻出去。苏夏，你就算真的不想嫁给我，也没必要找这么一个废柴来凑合的。论财力、物力、家庭背景，老子哪里不比他强？谁说我家少主的地位不如你？他的身份说出来吓死你！而且，继续看戏。就凭他呀，浑身上下加起来连100都不到的废物，给本少舔鞋都不配。小子，我现在就让你知道
咱们之间的差距。呈上来。这个羊脂玉如意价值3000万，这个双耳白玉瓶价值4000万，全世界可就仅此一个呀！这个东西可就厉害了，这可是在东海龙宫打捞的夜明珠，龙族专用，价值5000万。哼，老爷子，我呢知道你是个古玩爱好者，所以特地讨来这幅画，想必你一定会喜欢。云鹤高逸图，云鹤高逸图，没错，这正是云鹤高逸图。我可是费尽了千辛万苦才将它搞到手的。老爷子，只要你答应将苏夏嫁给我，这些旷世珍宝就都是你的。老爷子，这云鹤高逸图可是你梦寐以求的宝贝啊！看在王少这么诚意的份上，要不你就答应了吧，把苏夏嫁给他。是啊，爷爷，比起这个秦天佑，王少更有实力啊！王少真的是又有实力又有钱，你就算不为了我姐着想，也要为我们苏家着想啊！拿一副赝品也敢出来丢人？废物！你说谁的是赝品？我说的是你，因为真正的云鹤高逸图昨天就已经出现了，他被我在鉴宝会上给撕了，你这个当然是赝品。天佑，你说这幅云鹤高逸图是假的，昨天的是真的？是的，爷爷，昨天在鉴宝会上，天佑亲手将云鹤高逸图给撕了，那是经过江爷见证过的，那个才是真迹啊！姐，你不会就是为了维护这个废物的面子，故意找的借口吧？你胡说，我没有。你说没有就没有，我真搞不明白了，这秦天佑到底哪点好啊？除了会治点病，哪里比得上王少啊？真搞不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女儿啊，苏强说的对，这小子要钱没钱，要权没权的，你跟着他只能过一辈子苦日子。再看看王少，他家世渊博，出手阔绰，就算这幅画是假的，那其他东西也是他一辈子都拿不出来的呀。哎呀妈！苏夏，就别再犹豫了，今天二叔给你做主了，同意你和王少婚事。还是你们几个识时务，看到没有，土鳖，这就是咱们之间的差距。你连点像样的聘礼都拿不出来，还好意思跟本少抢女人呢？就凭这些破烂玩意儿，也敢拿出来献丑，简直就是丢人现眼！王八蛋，你干什么？宝贝啊，这些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啊！臭小子，你到底发了什么疯啊？你个败家子儿，你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吗？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姐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要嫁的好男人。他呀，就是嫉妒王少比他有钱，自己拿不出贵重的聘礼，于是就毁了他们。你说我嫉妒？就他呀？难道不是吗？嫉妒时面目全非，你就是拿不出贵重的聘礼，嫉妒王少丢了脸面，所以才毁了他们吧？就凭这些聘礼，他还不配，真是搞笑。听你这口气，你能拿出比王少更贵重的聘礼吗？苏夏是我的媳妇儿，当然需要最好的聘礼，就他这些垃圾玩意儿还不配。好，小子，你要是能拿得出来比本少更贵重的聘礼，我给你下跪赔罪。但你要是拿不出来，我要你的命！哼，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。碧瑶在，把聘礼呈上。是。天佑，这是什么？苏老爷子之前把咱们家的神像弄坏了，听说那是咱们苏家的传家宝。今日呢，我便送上这份舍利塔，只要把它摆在客厅，就能让我们苏家顺风顺水，百年无恙。臭小子，你当我们是傻子呢？就这么一个随处可见、一文不值的破东西，
还能保我苏家百年无恙？秦天佑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之前被你弄坏的那个传家宝，可是我们苏家祖先传下来的，可以保我们苏家福运。你这个破东西，比得了吗？拿不出贵重的聘礼就算了，哼，居然把这么一个破烂玩意儿拿出来丢人，哼！我绝对不会把女儿嫁给你。那个，你叫什么天佑是吧？你是不是这里进水的呀？拿这么一个破烂玩意儿，就说比我的聘礼还贵重，这给老子垫鞋都不配。我说你啊，没文化不可怕，但是出来丢人呢，那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说什么啊？我说，我送上的这个舍利塔，它可不是一般的舍利塔。这是舍利子啊！这颗舍利子是流魔大师元气之时留下的，总共有10颗，剩下9颗消失在战火中，这便是唯一的一颗。今日我便一并送给你。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。千手观音，真的是千手观音！竟然是千手观音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爸，这千手观音什么东西啊？它值钱吗？蠢货！这千手观音乃是佛门至宝，拥有镇宅驱邪、聚运纳福的无上神力。这种无价之宝，怎么能是用金钱衡量的呢？这东西那么厉害！天佑啊，如此贵重的礼物，真的送给我们？当然了，苏夏是我老婆，当然配得上最好的聘礼。嘿，谁是你老婆？还没过门呢，真不害臊。王少，我的这尊千手观音如何？比起你的那些聘礼，不可能！你这个废物没钱没势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贵重的宝物？别管我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，赶紧给我跪下，磕头道歉。想让本少给你跪下认错，你他妈做梦！王少，苏夏和天佑的婚姻已经定下来了。今天天佑就是不把聘礼送过来，我也会把苏夏嫁给天佑的。你还是赶紧的走吧，再不走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你确定要跟我走？苏老爷子，你可别忘了，你们苏家有一份项目合同，可一直都在我们王家手里。只要我一句话，你们苏家就会破产。王浩，你少在这危言耸听。苏家界的项目都已经正式生产，岂能受你控制？苏夏，你不会真的以为凭你们苏家的底蕴，就能够吃下价值50亿的合同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已经掌握了你们苏家大部分原材料的供应地址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所有项目都会终止，你们投入的资金将全部打水漂。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苏启明，是不是你干的？爸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您之前重病在床，公司资金紧张，我怕公司运营不下去，就跟王少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。谁知道您又醒了。混账东西！你是想气死我呀！哎，老爷子，你消消气啊！哎，消消气，坐。老爷子事已至此，要不就让苏夏嫁给王少吧。你赶紧给我闭嘴！老头子，你现在别无选择，必须把苏夏嫁给我，否则你们苏家呕心沥血打拼下来的基业将毁于一旦。王浩，你卑鄙无耻！哎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卑鄙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的未婚夫不是很厉害吗？让他帮你啊！不就是一个项目？老婆，咱们不要了，我还有一个新的项目给你。秦天佑啊，你要不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苏夏签的可是价值50亿的商业合同啊！50亿，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？你见过50亿吗你？天佑，我知道你很想帮我，但是
50亿就是一个天文数字，一下子亏损那么多钱，即便是苏家也会一蹶不振。这件事你还是不要插手。放心，不就是50亿吗？老婆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聘礼，价值100亿的生意，待会儿就有人送来。秦天佑，你不吹牛会死是吧？要不撒泼尿照照自己，就你那个熊呀，还拿出100亿商议合同，狗眼看人低，区100亿合同，只要我家少主一句话，就有无数人愿意双手奉上。小丫头，吹牛皮要有个度。你怎么不说咱们金陵首富林振山会亲自前来给你的主子送上100亿合同啊？你怎么知道给我送合同的就是林振山啊？书里旁还传上，林首富那样的人物也是你能碰瓷儿的？秦天佑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你要是真能让林首富把100亿合同送来，我就同意把女儿嫁给你。哼，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？奉首富林振山之命，携100亿合同前来贺礼。您不是林首富的管家薛天豪薛先生吗？您怎么来了？薛管家，你这是？秦先生今日来苏家提亲，我奉林首富之命，献上100亿合同，祝秦先生、苏女士日久天长，100年好合。什么？100亿合同真的送来了？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认识林首富啊？薛管家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你什么意思？这小子无权无钱的，他怎么可能认识林首富？今天王少也是来提亲的，这100亿合同会不会是林首富替王少送来的？哦，听你这么一说啊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在前不久的商业酒会上，我确实在林首富面前说过我要来苏家提亲的事情。没想到他老人家还记得，还专门派人给我送上100亿合同，真是有心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送个礼连名字都搞错，真不知道你干什么吃的。秦天佑，你看到没有？老子随便提个亲，就能让林首富送来100亿合同，这就是你跟我之间的差距。你确定林首富是送你的100亿合同？切，不是送给我的，难不成是送给你的呀？秦天佑，莫非你想要冒领王少的100亿合同？还真是为了娶我姐，脸都不要了呀！就是自己没本事，还想要来冒领，哼，要不要脸？你们说我冒领，说的就是你。王少是什么身份？你又是什么身份？你也配跟王少争？滚一边去！苏启明，天佑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怎么这样对他说话？爸，你是不是老糊涂？秦天佑救了你一命是不假，但现在我们更应该以大局为重。为了这100亿合同，为了我们整个苏家，苏夏嫁给王少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你混账！王少，现在就把这100亿合同给我们吧，今天这婚事就这么定了。哼，想要合同啊，自己取啊！哎，不是，你什么态度啊？你敢这样跟王少说话？就是这100亿合同可是林首富送给王少的，你就不怕林首富怪罪？无妨，今儿我心情高兴，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。这玩意儿怎么打开啊？这是目前最尖端的移动保险箱，需要录入最先进的指纹系统，只有它真正的主人才能打开。这搞那么麻烦干啥呀？你这里面装的可是100亿的合同啊！当然要确保万无一失啊！理解，理解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。行，这次你做的不错。等下去之后呢，我会在林首富面前帮你美言几句。还真是个蠢货，刚才林首富亲自将秦先生的指纹录了进去，你能打开就有可能。废物啊，看到没有？林首富为了确保这100亿合同能够安全的送到我的手上，还用了这个移动保险箱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什么？哼，重视，重视，你懂吗？老子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降维打击。拿来。
指纹认证失败。怎么回事？可能是系统有延迟。王少，你再试试。警告，指纹认证失败。徐管家，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个保险箱它识别不了我的指纹呢？你放个猪蹄儿上去，当然无法识别。秦先生，请您试一下。等一下，薛管家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这100亿订单可是林首富送给王少的呀！你让秦天佑那个废物是什么呀？就是，万一他弄坏了怎么办？他要是能解锁，老子给他跪下叫爷爷。拿来吧。指纹认证成功。居然打开了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莫非我们真的是搞错了？这100亿合同真的是送给天佑的？薛天豪，你这破保险箱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能识别这个废物的指纹？放肆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敢打我？反了！你是什么地位？还敢以下犯上？信不信我去告诉林首富？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薛管家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林首富让你把100亿合同送给王少，你弄个破保险箱也就罢了，竟然还敢打人！哼，什么狗屁王少？谁跟你说我是送给他的？这是林首富送给秦先生的。什么？啊，原来是我们搞错了。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档次，也配让林首富给你送礼？谁给你的？姐夫，我的好姐夫，没想到你真的认识林首富，刚才都是误会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就是，我们刚才都是开玩笑的。开玩笑？一口一个废物，这算哪门子开玩笑？天佑，你什么时候认识林首富啊？我之前给他治过病，自然就认识了。所以这次100亿的项目，就是他还我的一个人情。秦先生，这个王浩敢冒领你的聘礼，要不要帮你把他处理了？你们不能动啊！我可是王家大少，我小姑是宋展嫣，你们要是敢动我小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什么？宋展嫣是您的？爸，那么紧张干啥？宋展嫣很厉害吗？当然厉害了，你姐姐号称金陵的商业型女王，而那个宋展嫣是金陵的地下女王，控制着金陵最大的地下商会。哼，怎么样？怕了吧？我小姑说了，今天要陪我一块来定亲，现在应该就在赶来的路上。要是你们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就让他们把你们全都大卸8块。消气了，秦先生，现在该怎么办？那宋展嫣的势力很大，连林首富见了都得礼让3分，我们俩招惹不起。原来你小姑是宋展嫣啊！哼，那论辈分来讲的话，你应该叫我一声姑父。王八蛋，你敢占我便宜？你还别不信，我跟宋展嫣呢之前有过婚约，但现在我已经有了苏夏，所以这份婚约自然就取消了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我小姑可是金陵的地下女王，常人想要见她一面，那都是烧了8辈子高香。就你这么个玩意儿，也配跟她订婚？今天我侄子王浩来苏家提亲，谁要是敢在这里闹事，就给我废了他。是。天佑，这种话可不能乱讲。宋展嫣是出了名的蛮不讲理，为人心狠手辣。这要是这种话传到他那里，我们苏家也保不了你啊！就是啊，苏老爷子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您别担心呢。哪怕是宋展嫣来了，他也不会对我怎么样。死到临头了还敢大言不惭？等会儿我小姑来了，我让她把你们全部都大卸8块。王少小姐，我看一会儿要死的人是你吧？是谁这么大口气？
是小姑，宋女王，她真的来了！居然敢威胁我的侄儿！居然敢威胁我侄儿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这可是女魔头，今天我们苏家可彻底完了。小姑，你可算来了！刚刚有人打我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什么？谁胆子这么大，居然敢打我宋展嫣的侄子？宋女王，是他们两个，尤其是这个秦天佑，你要杀就杀他们，这件事跟我们苏家没有任何关系。苏强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维护那个混蛋？要继续和他攀上关系，等宋女王发火，我们全家一个都逃不了。秦天佑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小姑，就是他欺负的我，不仅如此，他还自称是你的未婚夫，让我管他叫姑父呢。你赶紧弄死他！小姑，你打我干嘛啊？叫谁畜生？没大没小，叫姑父。啊！我没听错吧？宋女王是让王少唤秦天佑叫姑父？这怎么可能？小姑，你没疯吧？让我管他叫姑父啊？你才疯了！他是我男人，你叫我小姑，也该叫他一声姑父。啊，这还不快叫！姑父！哎，侄儿真乖。王浩，我可警告你，以后再敢对你姑父不敬，小心老娘打断你的狗腿。我说小姑啊，你今天到底是不是来帮我提亲的呀？当然是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可你让我管这个秦天佑叫姑父，这个秦天佑要娶苏夏做老婆，那我应该管苏夏叫什么呀？这不乱套了吗？你不说我还差点给忘了。好你个秦天佑，我明明才是你的未婚妻，你今天居然敢给别的女人提亲，莫非你是想脚踏两只船？宋小姐，我昨天已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们的婚约呢，作废了。你说作废就作废，我同意了吗？宋展嫣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很简单，你嫁给我侄子王浩，而我嫁给秦天佑，事情不就完美解决了？你休想！天佑是我丈夫，我凭什么让给你？什么是你丈夫？他今天只是来提亲，你们两个又没有结婚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个男人就是我丈夫，我的。你们这样也分不出胜负，要不你们两个石头剪刀布，谁赢了听谁。你闭嘴！顾神医，我爸的病怎么样？还有救吗？这个顾老爷子的病情太过于古怪，以老夫的医术，我是无能为力呀。顾神医，您可是金陵有名的神医，连你都没有办法吗？爷爷，顾神医，只要你治好老爷子的病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都给。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不过看在你们真诚的份上，我可以咨询一下我的师尊。你师尊？我的师尊外号叫龙医天师，他能够生死人而肉白骨。我的医术与他比起来，那就是小巫见大巫。喂，哪位啊？我是您的徒儿顾宝师，深夜电话打扰，请师尊恕罪。小顾啊，找我有事儿？是这样，我这儿有一个病人，病情过于古怪，以我的医术呢，我是束手无策，所以我想请师尊出来救治。小顾啊，你应该知道，我的出场费呢可不低啊。病人家属说了，钱不是问题。是。行吧，我今天晚上还有点事儿，明天约个时间地点，我过去看看。那就这样，明天一早，病人及其家属在我的诊所恭候您的大驾。
朋友，刚才谁打的电话？顾宝师啊，他说呢，让我明天去给一个病人看病。哦，好吧，时候不早，我先休息了啊。老婆，这个睡觉多没意思呀！这良宵一刻值千金，要不然我们不许碰我！为什么？我们明明是夫妻了。你跟那个宋展烟不清不楚的，谁知道你是不是脚踏两只船啊？我没有，我跟他……等你什么时候彻底跟他撇清关系，我才允许你碰我。不是，为什么？师公请喝茶。师父出诊路上有事耽搁了，正在回来的路上，请师公稍等。救人嘛，可以理解。顾神医，你在吗？我们来了。师公，我出去看一下。去忙吧。你们是郭家人吧？我师父有事出去了。啊？出去了？那我爸的病怎么办呢？我师父虽然不在，但是我师公在。秦师公，病人已经来了，您是先治病还是？让他们过来吧。参见龙医大人。张平威还有郭家人来找我治病的，原来是他们，这还真是冤家路窄。你们之中是谁要找我治病？这声音我怎么好像在哪里听过？龙医大人，是我家父郭富贵呀。他最近不知得了一场什么病，总是昏迷不醒的。龙医大人，您妙手回春，还请您出手救治啊！龙医大人，这是做什么？真是井底之蛙，这种手段叫做悬丝诊脉。这种治疗方法唯有医术登峰造极者才会，就连我师父顾神医都只会些皮毛。不愧是神医呀，果然如此高超的诊断手法。这么说的话，爷爷就是有救了。郭老爷子得的不是病，而是被人降咒，也就是俗称的报报应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你们难道心里没数吗？请龙医明示。你们最近是不是做了一些背信弃义、以冤报德的事情？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可谓是天怒人怨。郭老爷子神魂溃散，便是受到了反噬所致。背信弃义？龙医大人，难道说的是我们和秦天佑悔婚的事情？10有8九是真的呀！原来这小子说的都是真的呀！我们悔婚，如今真的遭到报应了。这不可能，一定是秦天佑那个扫把星搞的鬼。鱼儿，在神医大人面前不得无礼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秦天佑来之前，爷爷还好端端的。秦天佑自从来了咱们郭家，爷爷就变成这样，一定是秦天佑搞的鬼。哦，对呀，世界上哪有什么报应之说？一定是那个小畜生怀恨在心，下毒害老爷子。龙医大人，您是不是误诊了？放肆！我师公可是龙医，怎么可能误诊？你们这是在质疑他！你们两个还不赶紧给龙医大人道歉！龙医大人息怒。龙医大人，家父的病还请您出手给救治啊！你们想要治病，那就得看你们的诚意了。秦天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是来找我治病，你说我怎么在这儿？放屁！我们找的是龙医大人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因为我就是龙医啊！秦天佑就是龙医，完了！秦天佑他是龙医大人，那老爷子的病岂不是？天佑啊，之前是我们不对，我们不知道你居然还有龙医这层身份，还请您高抬贵手，救我们家老爷子一命。我早就说过了，郭老爷子的病是因为背信弃义、以怨报德，被气运反噬所致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
只要你们诚心的向我和我师父道歉，我就救他一命。好，我们道歉，我们忏悔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跪下！龙不能跪！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也不想想，秦天佑他不过只是一个山野村夫而已，怎么可能是龙一大人？他一定是冒充的。没错，他肯定是提前知道咱们要找龙一大人的消息，跑到这里来买通这里的人，来冒充龙一大人。秦天佑，你为了报复郭伯父一家，竟然冒充龙一大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们是说我冒充龙一？难道不是吗？之前因为郭家悔婚，你怀恨在心，对郭老爷子下毒，现在又跑到这里来捣乱。秦天佑，你的内心这恶毒啊！原来如此啊！我就说，自打我进这屋里起，这屋里的气氛就怪怪的。原来这都是你设的局。秦天佑，你这个人到底还有没有人性了？我爷爷都变成这个样子了，你难道以为我们郭家是好惹的吗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本来想要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没想到是我自作多情了。郭老爷子，就让他自生自灭。废物！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敢冒充龙一大人？我告诉你，郭老爷子是死是活，你说了不算。我们自会找龙一救治。我说过，这世上除了我，没人能救得了。真是笑死我了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不然，你就救好我爷爷。你要是真的能治好我爷爷，我就满足你的愿望。我们一家人都向你忏悔。关键是你能做得到吗？好啊，想看我的能力，我就满足你。小畜生，你对老爷子做了什么？这是怎么了？爸，我怎么在这里？行了，醒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老爷子居然真的醒了！爸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我感觉浑身清爽，我这腿还是没有知觉。苏老爷子已经醒了，你们是不是该履行承诺？秦天佑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老爷子，我们带您来看病，但秦天佑这小子从中作梗，阻拦龙一给您治病啊！张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们真想给秦天佑那个废物磕头忏悔吗？对对对，爷爷，这个秦天佑真是太可恶了。他不仅给你下毒，还要阻碍你治病，简直是个畜生！什么？秦天佑，你小小年纪，心肠竟如此狠毒！回头我定让人将你碎尸万段！你们果真是一丘之貉，背信弃义，以怨报德。你们一家子，这些是家常便饭。秦天佑，你狗叫什么呢？反正现在我爷爷的病已经好了，我们是绝对不会给你磕头忏悔的。谁告诉你郭老爷子的病已经完全康复？哦，对了，忘记告诉你们，郭老爷子只是暂时的康复，病情随时有可能复发。想要彻底根治，那就履行你们的承诺，我就把他彻底治好。小畜生，你吓唬谁呢？老爷子刚才自己都说了，他现在神清气爽，身体好得很，怎么会？哎呦，老爷子，爷爷！秦天佑，你对我爷爷做了什么？这话该问你们自己。我说了，只有我能治好老爷子，你们不信。他苏醒过来，我说随时都有可能复发，你们还不信。现在你们信了。天佑啊，刚才是我们不对，还请您高抬贵手，再救一下老爷子啊！只要你把老爷子救活，我肯定给您磕头下跪，赔礼忏悔。对，你们这话说的犹如放屁，真当我是3岁孩童，可以随意哄骗吗？秦天佑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别以为没有你我们就救不了爷爷了，我们一定会找到龙一救好爷爷，别以为没有你就不行了。好啊，那你们去找啊。秦天佑，龙一我们自然会找，但是在此之前，咱们这笔账得好好算算。不错，这个小畜生竟敢耍我们！今天我要不出这口恶气，我郭家的颜面往哪搁？你
今天要不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，我就让人打断你的狗腿，扔到河里喂鱼。不承认？你要打断谁的腿？顾神医回来了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什么人敢在我的神龙医馆喊打喊杀？顾神医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这有个废物冒充龙医大人，我们正在修理他呢。谁敢冒出我的师尊？顾神医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秦天佑，他买通你的徒弟，说自己是龙医大人，简直是恬不知耻。哎呀，小月，你才恬不知耻呢！顾神医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打你还需要理由吗？少说两句。敢问顾神医，您的师尊龙医大人现在身在何处啊？我们还等他给老爷子看病呢。龙医大人不是来了吗？啊？在哪儿？龙医大人已经来了，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看见呀？你们这些人有眼无珠。师尊在上，徒儿顾宝师拜见师尊。啊！师尊，顾神医居然叫秦天佑师尊！顾神医，你疯了吧？你管这个废物冒充龙医的人，还给他下跪！你才疯了！站在我面前的这位，可是医术界的传奇人物，大名鼎鼎的龙医天师。啊！秦天佑这小子，他真的是龙医大人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就是一个山野村夫，怎么可能是龙医大人？放肆！你们再对我师尊不敬，我就撕烂你们的嘴，打烂你们的腿，还有你们！我好心好意把我的师尊请过来，你们可倒好，不但对我师尊不敬，反而对他出言不逊。你们可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顾神医，都是我们有眼无珠啊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如果我们知道的话，借我们10万个胆子，我们也不敢啊！是啊，顾神医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，我求求您了。还想要机会吗？那得看看我师尊的意思。天佑啊，刚才是我着急了，一心想给老爷子治病嘛，我这就忏悔。不用，你们欺我、辱我、骂我，嚣张气焰去哪儿了？现在知道后悔了。晚了，秦天佑，我知道你是因为我不跟你结婚，所以想来报复我。但是我爷爷是无辜的，你就这么忍心看着他去死吗？我忍心。你好，我答应你，如果你救活我爷爷，我就嫁给你。小月，他这么对你，你还要嫁给他？你愿意嫁，我还不愿意娶呢。你说什么？郭云，你还是那么自以为是。像你这样的低级货色，也就只有一些酒囊饭袋会喜欢你吧。你说谁酒囊饭袋啊？说的就是你。这种货色，你还把它视若珍宝？你想要就拿去吧，反正我是无福消受。秦天佑，你这个王八蛋！顾宝师，把这些人给我轰出去，我看着就心烦。是。你，顾宝师，天佑，我。走。大长老，好了，已无大碍。我已经用真气帮你疏通了浑身的经脉，你现在的实力更胜从前。多谢大长老。我刚才听说有个叫秦天佑的小子会咱们晋天阁的宗门绝学玄天九针。没错，玄天九针乃我晋天阁第一绝学，概不外传。由此我推断，那小子是在别处偷学的。岂有此理！竟敢偷学我晋天阁武学，此子断然不可留。大长老，要不要我们派人把他给……目前继任大典开启在即，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让他多活几日又何妨？是。大长老，一名自称是金陵王家少爷的人求见。什么王家少爷也配求见大长老？轰走他！金陵王家
也算是有钱有势，总归还是要给点面子嘛。让他过来吧。是。小人王浩见过晋天阁大长老。不知王少突然造访，有何贵干呢？小人此次到来是有个不情之请，我想让大长老帮我引荐给晋天阁少主。自不量力，少主是何等身份？也是你这种凡夫俗子想见就能见的。王少，不是老夫不愿意帮你，只是我晋天阁少主的身份确实神秘，他在老阁主的庇护之下，从未在公开场合露面，就连我都没见过，实在是无能为力呀。大长老，您先看看我带来的这件宝贝，再考虑拒绝与否也不迟。什么宝贝？这是机关傀儡。你说什么？机关傀儡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杀人机器？机关傀儡？传说它已经失传了上千年了。大长老，这具机关傀儡是前几天在鉴宝会上发现的，我徒儿在他手里也过不了1周，据说拥有大宗师的实力。只是这个宝物应该保管在江公明手里才是啊。你是怎么得到的？哼，我怎么得到的？自然有我的方法。大长老，凭借此宝，我想在今日大典上觐见少主一面，不知可否？当然可以，能获此重宝，我晋天阁当如虎添翼。安排下去，此次继任大典的安保工作由王少负责。王少能否得到少主的赏识，就看你的表现了。多谢大长老。秦天佑，别以为有我小姑给你撑腰，我就拿你没办法。等我傍上晋天阁少主这棵参天大树，看我怎么收拾。少主，明日的继任大典已经全部安排妥当，请少主务必出席宴会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说这么多烦不烦？天佑，你看这是什么？邀请函。明天金陵会举办一场晋天阁少主的继任大典，邀请金陵所有的豪门贵族参加。我苏家也有幸拿到一份白银邀请函。不就是一张邀请函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？你懂什么？晋天阁少主号称天下第一奇人，年纪轻轻就立于当世之巅。明日继任大典上，我也有幸可以敬仰一下晋天阁少主的真容，怎能不激动？没想到我们堂堂的商业界女王也有自己崇拜的对象。商业女王怎么了？商业女王就不能有自己喜欢的对象啦？只可惜我这个邀请函是白银级别的，只能坐在后排。如果是黄金级别的，或是钻石级别的，我就能近距离的看一下晋天阁少主的尊容了。你不就是想见一下晋天阁少主吗？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？本少主就在这儿。你别说，好像真还像那么一回事啊。什么叫像啊？我就是晋天阁少主。好啦，别做你的白日梦了，我明天还要去参加呢，我去准备准备啊。老婆，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我真的就是晋天阁少主。好好好，你是晋天阁少主行了吧？不是，我真的没骗你老婆。老婆，老爷子的病情加重了，再这么下去他会没命的。哎呀，行，我去求求秦天佑，请他给老爷子救治。不行，秦天佑那小子小肚鸡肠，要不也不可能给老爷子下毒啊！你求他也没有用。那你不能眼睁睁看着老爷子死啊！我倒是有个办法。晋天阁马上在咱们金陵举办继承大典，听闻晋天阁少主乃是当世第一奇才，我相信只要他肯出手救治，老爷子的病肯定能治好。可是去继任大典都是要有邀请函的，我们郭家地位低微，不可能进得去的。我有啊。太好了，继任大典的邀请函。张少，
你怎么会有啊？这张邀请函呢，我是费尽千辛万苦从黑市上淘回来的。别看只是个青铜级啊，但是这样咱们就有机会见到晋天阁少主了。这能行吗？即使见到了晋天阁少主，人家也不一定帮忙啊。哎，伯父你放心，听闻晋天阁少主乃是医者仁心，只要咱们拿出诚心来，我相信他肯定会救治老爷子的。是啊是啊，如此一来，老爷子的病就有救了。秦天佑，别以为没有你，我们就彻底束手无策了。等我见到晋天阁少主，定要向他告发你的罪行，将你打入18层地狱。不愧是晋天阁少主的继任大典，今天来到这种场合呀，我实在是太激动了。是啊，能够参加如此盛典，足以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长脸呐。这可多亏了张少，如果不是他为咱们拿到了青铜的邀请函，咱们都来不了这里呢。哎呀，站着怪累的，赶紧找座位坐下。走。哎，伯伯，这个位置可不行坐呀。哎呀，不就是个座位吗？难道还有什么讲究不成？当然有讲究了。今天所有的贵族齐聚一堂，看到那把座椅了没？那是为晋天阁少主准备的龙椅啊。而这些所有座次是根据邀请函的等级来落座的，咱们只是青铜级，只配坐默喜啊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这要是坐错了位置，那岂不是后果不堪设想啊？那要是咱们坐在默喜的话，要怎么才能见得到少主啊？我还指望他给爷爷治病呢。机会我给过你们，但被你们弃之如敝屣。怎么，现在又跑过来求我治病？你们还真是厚颜无耻。秦天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来参加继任大典。哼，参加继任大典？我看你就是来跟踪我们小云来的吧。秦天佑啊，秦天佑，你口口声声说不喜欢我们家小云，但我们家小云每次出现的时候，你都闻着味儿过来，你还真喜欢当舔狗啊。秦天佑，你这个扫把星，别做白日梦了，我是不可能把女儿嫁给你的。你赶紧给我滚！真是不是一家人，不见一家人啊。像你们这样妄自尊大、自以为是的嘴脸，简直就是从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。王八蛋，你说谁自以为是的？说的就是你！秦天佑是我苏夏的男人，你们要是再敢出言不逊，小心我对你们不客气。苏女王，我一直以为你是我的偶像，觉得你眼光独到，没想到你竟然会看上秦天佑这种男人。他有什么可庇护的？你就别恶心我了。你没看上天佑，只能算你眼拙。在我眼里，天佑的优秀无人能及。他注定要成为9天龙凤，令你们望尘莫及。而你很快就会意识到，当初没有选择他是一个多么可悲的错误。苏女王，你把秦天佑捧得也未免太高了。他不就是会点医术吗？就这点医术，有什么可值得吹嘘的？吹嘘？你之前求着我给你爷爷治病，现在又把我贬得一文不值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秦天佑，你少得意！你别以为你不给郭老爷治病，我们就黔驴技穷了。实话告诉你，今天我们就是来求见晋天阁少主，来帮郭老爷治病。没错，晋天阁少主乃是当世第一奇人，武艺高强，医术精湛。只要他给老爷子出手治病，那肯定是手到病除。你们就这么确信少主会帮你？晋天阁少主大仁大义，乐善好施，早已名声在外，根本不像某些人背着医师的名号丧尽天良，违背医德。我要是你呀，根本就不敢出来见人。张平威，你还敢出言不逊？是耳光没挨够吗？苏夏，你不要以为你是商界女王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今天参加这个继任大典的，个个都是位高权重，你在这里还排不上号。他排不上号，那我呢？这个女人是谁啊？怎么走起路来鼻孔朝天啊？你小声点，这是咱们金陵的地下女王宋展嫣宋女士。今日继任大典所用的酒店就是她家的产业。什么？地下女王？小子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宋女王最讨厌别人在她的地盘闹事儿，待会儿我看你怎么死。
刚才是谁在这大呼小叫的？宋女王，你可算来了！刚才呀，有人在这里闹事，还动手打人呢。来，就是他，我正打算教训他呢。啊，你说你要教训谁？就是他们。宋女王，刚刚他们在这里闹事，我们上前理论，他们却蛮横不讲理，还动手打人。你们还真是贼喊捉贼啊！明明是你们出言不逊在先，怎么到你嘴里就变成了我们蛮横不讲理？你给老子闭嘴！大人物在这说话，你个底层贱民有什么资格插嘴？宋女王，你也看到了，你看他这样的死不悔改，赶紧把他丢出去吧！哦，给我闭上你臭嘴！哦，怎么连你也打我？明明闹事人是他啊！因为他是我宋展嫣的男人。什么？秦天佑是宋展嫣的男人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宋女王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秦天佑是苏夏养的小白脸啊，怎么可能是您的男人呢？闭嘴！我宋展嫣选谁做男人，难不成还需要向你解释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宋展嫣，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天佑明明是我的丈夫，他什么时候成为你的男人了？谁胡说八道？我和秦哥哥才是真爱，你才是横刀夺爱的那个。我说的对吧，秦哥哥？宋展嫣啊，我呢已经跟苏夏结婚了。没关系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做你的情妇，随叫随到那种。宋展嫣，宋女王，秦哥哥，咱们待会儿再去。各位来宾，我是今日继任大典的主持宋展嫣。继任大典即将开始，青铜级末席，白银级中席，黄金级贵宾席，请各位依据手里的邀请函有序入座。请各位有序入座。老婆，你想不想近距离瞻仰金天阁少主登位？想啊，怎么啦？跟我来。我们坐在这个角落里还是默席，一会儿少主来了，我们也看不见呀。你就知足吧，咱们拿的可是青铜邀请函，能进来就不错了。张少，你看那里，秦天佑那小子怎么跑到贵宾席上去了？对呀，这苏女士拿的可是白银邀请函，她应该坐在中间的位置才对呀。哼，敢在继任大典胡乱坐座位，他们的胆子也太肥了。张少，我看他们这是自寻死路罢了。如果我们率先把事情解决了，可能还会得到少主的赏识。天佑，你带我来贵宾席干什么？我的邀请函是白银级别的，不能坐这儿。走。没事，我们就坐在这儿，没人敢把我们怎么样。秦天佑，你算什么档次？也配坐这个贵宾席？赶紧给我起来！你们几个还真是阴魂不散，我现在没心情搭理你们，滚！你让我们滚，我看该滚的人是你。大家都来看啊，他秦天佑，金陵商业界女王苏夏养的小白脸儿，废物一个，无权无势，胆敢打扰继任大典的秩序，落座在贵宾席，根本就没把咱们这些贵族放在眼里。你说他这种人该不该死？听闻苏夏苏女王最近招了个上门女婿，难不成就是那小子？岂有此理！分明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，真毫无自知之明，公然的坐在第一排的贵宾席上，真是不知死活。这小子不明事理，难道苏女王也不明事理吗？居然跟着他一起胡闹，这要是耽搁了晋天阁少主的继任大典，谁来承担？秦天佑，你还愣着做什么？没看到你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公愤了吗？赶紧给我起来！我为什么要起来？秦天佑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这些贵宾席位可都是留给那些大人物的，就你靠着苏夏那张白银邀请函才进来的。等一会儿这个位子真正的主人到了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一个区区的贵宾席而已，我不配坐在这里。那在座的各位，谁配坐在这里？秦哥哥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宋女王，你可是咱们继任大典的主持，遇到这种情况，我想你不会公私不分吧？
现场可是有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你。秦哥哥，我知道你这个人一向爱开玩笑，但此次不同。这个祭人大典是由敬天阁举办，所有的位置都是提前定好了的。你如果坐在这儿，我不好交代啊。交代？你为什么要交代？放心，哪怕敬天阁问起来，我会替你解释。我相信他们会给我这个面子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敬天阁给你面子，你不过是苏家养的一个小白脸儿。就是，你也不撒泡尿照一照。别说是敬天阁了，就这位子上的主人就能把你撵得渣都不剩。天佑，不要再胡闹了。能坐在第一排贵宾席的，无论是谁，都不是我们苏家能够招惹得起的。走吧。秦哥哥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这个位置不是你能坐的。这个位置的真正主人是林首富，他要是发起火来，我也保不了你。听到没有？还不给我起来！这个位置是林震山林首富的，一会儿等他来了，我看你怎么死。秦天佑，你赶紧给我起来，不要逼我亲自把你轰出去。你这是要赶谁出去啊？你这是要赶谁出去啊？林先生，林首富来了！这林首真的是林首，可是出了名的暴脾气，那小子死定了。这下啊，有好戏看了。林首富，您来了。这小子叫秦天佑，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竟然坐在您的位置上，我就要把他赶出去的。林首富，这件事我也有责任，是我一时兴起让他坐在这里，我马上带他离开。秦哥哥，赶紧起来起来。我为什么要起来？如果是别人的话，我还需要解释几句。如果是林震山，我连解释的功夫都省。你竟敢直呼林首富大名！张炳威，你才放肆！竟敢直呼秦先生大名！你才放肆！竟敢直呼秦先生大名！怎么这人都打我呀？老子打你还需要理由吗？李首富，你打张少干什么呀？你不是应该打他吗？老子不但打他，我还要打你！这个林首富究竟发什么疯了？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！林首富，您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张少和我女儿是在帮您呐。那个秦天佑霸占了您的位置，我们正在把他赶走啊！我们何错之有啊？秦先生能坐我的位置，是我林震山毕生之荣啊！不仅如此，秦先生能够来到这场宴会，就是在座各位所有人的毕生之荣。你们道，竟然还想赶他走啊？苏夏，林首富和秦哥哥到底什么关系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一口一个秦哥哥的，一个废物而已，也配谈得上是毕生之荣？一个废物而已，也配谈得上是毕生之荣？王家大少，王浩，还有敬天阁的陈大使。林震山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他了吧？王浩，连你爸都不敢这么对我说话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哼，我爸不敢，不代表我也不敢。林震山，我劝你对我说话还是客气点，否则待会儿老子发起火来，你可承受不起。哼，就凭你！王浩，你小子在搞什么？敢对林首富不敬，你不要命了？小姑啊，有句话叫做士别3日，应当刮目相看。今天的我啊，早已和往日不同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。什么意思？王少得到了大长老的赏识，大长老命令今日继任大典的安保工作，将由王少全权负责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不仅如此，王少还可以近距离的面见少主。简单点来说，他今后将会成为敬天阁少主身边的红人。王少，小的张平威啊，咱们之前喝过酒的，你还记得不？是小张啊。有事儿啊？是这样，我们对敬天阁少主仰慕已久，听说您一会儿会去觐见他，不知道能不能带上我们呢？我们也跟着沾沾光啊。没问题啊，从今以后啊，你们就跟着我，等我成为少主身边的红人之后呢，保证你们吃香喝辣的。谢谢。我什么时候答应你
收你做我小弟了。闪开！秦天佑，本少来这儿站了这么久，你居然还敢在那儿坐着，还不过来跪下给我磕头行礼？给你跪下磕头，你也配？放肆！秦天佑，你怎么跟王少说话呢？你没有听到刚才陈大师说的吗？王少即将成为少主身边的红人，你还敢跟他这么说话，活腻了不成？秦天佑，你对王少不敬，就是对敬天阁不敬。听说你想成为敬天阁少主身边的红人，我同意了吗？笑话，我成为少主身边的红人，这是我和少主之间的私事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小子，我挺佩服你的勇气，你得罪了我们敬天阁，居然还敢出现在这继任大典之上。如果我不来，这继任大典给谁开？秦天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该不会是说你就是敬天阁少主吧？怎么，不可以吗？胆大包天的东西，连敬天阁少主都敢冒充，难道你是真心想找死？陈大师息怒，我丈夫只是在开玩笑。天佑，你这种话在家里随便说说也就算了，今天是继任大典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。现在说什么也都晚了。秦天佑，你真是胆大妄为啊，竟敢对少主不敬！来人，给我将这个废物拿下，我要亲手将他大卸8块。住手！小姑，你在干嘛？还不赶紧让开！王浩，秦天佑是我的男人，你如果还认我这个小姑，就放他一马。小姑从来没有求过你，这一次就当我求你了。不行，这个废物胆大妄为，竟敢冒充敬天阁少主，今天他必须得死，耶稣都留不住他！我说的，给我上！人呢？怎么回事？秦天佑那小子怎么突然消失了？这儿呢。啊！妖术！这小子会妖术！人呢？在这儿！上！给老子弄死！老子给你们加官进爵！哎切！这么弱不禁风，好厉害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刚才你说要置谁于死地啊？怪我！你一定是怪我！陈大师，小子，你竟敢打伤我敬天阁的人，今日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与我敬天阁不死不休。识相的就赶紧束手就擒，否则等我们大长老一到，你不死都难。大长老，只要他敢来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死。敬天阁大长老到！是敬天阁大长老，是敬天阁大长老。大长老，你可算来了！你要是再晚来1秒钟啊，我就要让人给打死了！何人如此嚣张，竟敢在继任大典上伤人？哎，大长老，就是他！秦天佑刚才嚣张得很呐，完全没把您放在眼里啊！秦天佑，周大姐，莫非此人就是你之前所说的偷学我敬天阁绝学的那个贼子？没错，废掉我经脉的正是此人。好小子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要来。如果现在你自刎谢罪，可留你个全尸。你不问问事情的起因经过，没必要。我聂德臣一生行事，从不在乎是非对错。只要有人敢在我头上动土，那他就必须得死。好一个不在乎是非对错！聂德臣，你身为敬天阁大长老，理应明辨是非，赏罚分明，现在却不分青红皂白，仗势欺人。我看你是在大长老的位置上当太久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对我们大长老指手画脚？哎呀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在我面前说三道四？你个小畜生！明知道大长老在场，
还如此的放肆！今天老夫就灭灭你的威风！区区手下败将也敢来自取其辱吗？之前我确实不是你的对手，但现在杀你就像杀一只小鸡。机关傀儡现。机关傀儡，这东西不是应该收藏在江国明的密室里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王浩，莫非是你把它偷出来的？是又怎么样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我把这尊机关傀儡献给大长老，就有机会获得敬天阁少主的赏识。哎，秦天佑，怎么样？怕了吧？我们这尊机关傀儡啊，杀你啊，就跟杀小鸡儿一样。区区一个机关傀儡，还能奈何得了我吗？秦天佑，你少强装镇定，其实内心已经怕怕的了吧？现在赶快磕头认错。周道济，少主应该马上就到了，你赶紧把这事给处理了，不要让他脏了少主的眼。是，小子，下辈子记得长点记性，不要惹了不该惹的人。上！天佑，秦哥哥，那个机关傀儡怎么突然不动弹了？周道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这怎么不听我使了？难道就没人告诉你，这尊机关傀儡是我解开的？什么？师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机关傀儡为什么会听秦天佑的使唤？刚才那小子说，这机关傀儡的封印是他解开的。是什么封印？我不知道啊。大长老，这个傀儡的确是上次鉴宝大会上被秦天佑给解开的。什么？你混账！这个机关傀儡只认第一次激活他的人为主，你把这玩意儿献给我们，简直就是个祸害啊！小子，我不管你什么来头，今天都必须殒命在此。四大荒王何在？属下在。把这小子给我抽筋扒皮，挫骨扬灰。米宿之光，岂敢与日月争辉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家伙吃了什么猛药，居然这么猛，恐怖如斯啊！天佑，你怎么会这么厉害？我秦哥哥果然是最帅的，帅也不是你的，花痴。现在该你了。别过来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敬天阁的大长老，你要是敢动我半根毫毛，少主不，整个敬天阁都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。秦天佑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闯多大的祸？敢在继任大典上胡作非为，你就不怕少主怪罪吗？没错，少主马上就到了，你要再敢得寸进尺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。只怕现实会让你们大失所望。圣女大人到了。秦天佑这下死定了。敬天阁圣女，这人我怎么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？圣女大人，敢问少主身在何处？我等在此恭候多时。少主不是已经来了吗？啊！敬天阁少主来了吗？少主来了，在哪呢？我怎么没看见啊？秦天佑，少主都已经到了，你就准备要等死吧！圣女，闭嘴！继任大典这等重要场合，岂容你在这里大声喧哗？对不起，是我冒失了。圣女大人，属下有一事禀告。有什么事？等到仪式结束以后再说。是。吉时已到，接下来有请敬天阁少主登台，落座敬天龙椅。哎，天佑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自然是要去坐我该坐的位置。你别闹了，人家叫少主，不是叫你。秦天佑，我看你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吧？你没看着大家都在等着少主亲临吗？赶紧不要闹事，好好待着吧你。
我若不上去，这场晋升仪式可没法开。秦哥哥，你难道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吗？你把这里翻了个底朝天，要是少主得知此事，肯定不会轻饶了你。不如趁他还没有发现，你快逃吧。天佑，你赶快回来！臭小子，你给我站住！少主的继任仪式已经开启，你若再胡作非为，信不信我当场将你斩杀？鄙人不才，从起初的默默无闻、受人冷眼，到如今的登临绝顶、举世无双，你们可知有多少人要与我为敌？他们都是如何下场？秦某不才，无法比肩女娲补天、拯救万民的丰功伟绩，也无法媲美盘古开天、造福万代的举世无双。不谈前无古人，不论后无来者，单论时至今日，我身后的这张晋天龙椅，舍我其谁？你是疯了吧？这可是晋天阁少主的位置，你也敢坐？区区一介凡夫俗子，竟胆大包天到这种地步，简直不知天高地厚！秦天佑，你疯了吧你？你赶紧给我下来！秦哥哥，那不是能去的地方，你快下来！小姑，这家伙疯了，难道你也疯了吗？他擅自上去坐着晋天龙椅，已经是死罪一条。你要是继续和他纠缠不清，你也会被连累的。天佑，晋天阁少主的龙椅不是你能坐的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赶紧走吧，不然少主来了你会死的。小畜生，你看看，连你的女人都知道冒犯晋天阁少主是何等的大罪，还不赶紧给我滚开！今天我就要告诉你们，不仅我能做，我的女人同样能做。胡闹，真是太胡闹了！这秦天佑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，太放肆了！一介女流之辈，竟敢坐于晋天龙椅之上，何止是冒犯少主，这简直是欺辱少主！完了完了，这要让晋天阁少主怪罪下来，我们所有人岂不是要遭殃啊！圣女大人，此子冒犯少主，大逆不道，你难道不该出手管管吗？为何要管？少主遁入仙道，早已对这等俗世虚位视若敝履，让出来给其他人做做又有何妨？你不管我管，受死吧！圣女大人，这是何意啊？真是一群蠢货！你们到现在都还没看清他到底是谁吗？圣女大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这个秦天佑还有什么恐怖的背景不成？必要参见晋天阁少主。参见晋天阁少主。晋天阁少主？是晋天阁少主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早该想到，他在我们这么多人围攻之下，还这么稳如泰山。他若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晋天阁少主，那又会是谁呢？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，他不过就是一个废物，理应受万人唾弃，怎么可能是晋天阁的少主呢？现在你信了吗？信了，我信了。聂德臣，你们3个人还不快给我滚过来！聂德臣，你身为晋天阁大长老，勾结下属，目无条例，以下犯上，甚至想杀了少主，你可知罪？圣女大人，我们之前不知道他是少主啊，要是知道，给我们10个胆子，我们也不敢呐。不知道是一方面，你们滥杀无辜，又该当何罪？还请少主饶命，请少主饶命啊！我现在以晋天阁阁主之名，废除你们的修为，每日行一善，你们可愿意？多谢少主开恩，多谢少主开恩。天佑啊，之前我们是误会你了，
都是我们的错，请您大发慈悲，饶过我们这一回吧！啊！是啊，天佑，之前你跟我女儿小云是有过婚约的，如果您愿意，让她做您的贴身丫鬟，随时替您使唤，怎么样？贴身丫鬟，不好意思，我嫌脏。秦天佑，我后悔了。如果当初我跟你结婚，站在你身旁的那个人会不会是我？我真的后悔了。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，我不想看到你们一家子出现在我的面前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滚！走吧，走吧，走，快点，走！至于你们两个，小姑，你帮我和少主求个情，我还年轻，我还不想死啊！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不值得同情。碍眼的东西！来人，把这2个人给我拖出去！是。少主饶命！饶命啊！诸位，今日我要在此宣布一件事情：择日，我要和我的爱人成婚，做一对神仙眷侣，共享天人之乐。恭贺少主新婚大喜！恭贺少主新婚大喜！谢谢诸位的祝福，谢谢。宋展燕，大家祝福我跟天佑结婚，你又捣什么乱？秦哥哥又没说跟谁成婚。再说了，我跟秦哥哥也是爱人，他们祝福的谁也不知道呀。我说的对吧，秦哥哥？说话呀！